老赵是个50多岁的农民，不远万里南下深圳打工，在工地结识了好友老刘。这天两人在饭馆吃饭，老刘醉得不省人事，老赵给他戴上帽子和墨镜，两人坐上了一辆从深圳到昆明的大巴。中途司机停车让大家上厕所，头靠在车窗上的老刘被女人们误以为在偷看，两人险些被赶下车，老刘却始终一言不发。好在老赵出言帮忙解了围，车子继续行驶。一个年轻人谎称出了车祸拦下了大巴，然后打开车门制住了司机，喊了一声打劫。大巴上陆陆续续上来几人，为首一个戴着大金链子的男人宣布现在开始打劫。他摘下帽子挨个收钱，轮到老赵的时候，他掏出自己的500丢进了帽子里，然后拿着另外的5000说这是老刘的不能拿。男人不信邪，他上抢天下抢的，还有什么是他不能拿的？老赵说因为这是死人的钱。男人惊疑不定，戳了戳老刘，问他是不是真的死了。老赵说两人在一个工地打工，老刘死在了工地，因为不是工伤没有赔偿，但老板出于善心还是给拿了5000块钱。老赵为了能让老刘落叶归根，便打算将他送回老家，免得老刘下辈子变成孤魂野鬼。男人觉得老赵是个仗义人，将抢来的钱都给了老赵，然后收了工。人们见劫匪离开，纷纷从老赵手里拿回自己的钱，却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，还将带着尸体的老赵赶下了车。老赵背着老刘走在路上，终于拦下了一辆拖拉机。老赵谎称老刘心脏病发作，好心的司机硬要将二人送到医院。等拖拉机到了医院，天已经擦黑。得亏老刘是个死人，要真是个病人，现在也得死透了。到了医院门口，老赵让司机帮忙挂个号，自己连忙背起老刘的尸体离开。晚上，老赵找了个简陋的旅馆休息，他和一帮汉子坐在一起喝酒。男人们让老赵把老刘也叫过来一起喝酒。老赵忙说自己这兄弟是个植物人。老赵和大家打听有没有人去重庆，捎自己和兄弟一段路。众人指了指角落里躺在床上的年轻人，这里只有他去重庆。但年轻人心情好像不太好，就算老赵给钱，他也不拉两人，还冲老赵发起了脾气。老赵也没生气，问年轻人是不是心里有事，自己陪他喝2杯聊聊。年轻人拿起老赵的酒一口闷，然后还是一句话不拉。晚上，一只手伸进老赵的口袋，睁着眼的老刘吓了那人一跳，被惊醒的老赵却没发现自己的钱丢了。翌日，老赵问众人谁拿了自己的钱，那是他身上仅有的钱。老赵想挨个搜一搜，没拿钱的人自然不乐意，他们提出报警解决。老赵怕老刘被发现，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，这些钱就当送那个小偷了。去重庆那个小伙子在一旁看着没有出声。老赵背起老刘继续上路，小伙子开着卡车朝他鸣笛。老赵没钱了，小伙子反而愿意拉他了。车上，小伙子问老赵为什么怕警察，老赵指了指车厢里的老刘说他死了。小伙子一个急刹车，老赵连忙解释自己没杀人，这样做是为了送自己兄弟回家入土为安。小伙子虽然有些吃惊，却没将二人赶下车。两人一师就这样出发了。老赵在车上唱着歌，谁知道这首歌却戳到了小伙子的伤心事。原来小伙子有个心爱的姑娘，两人萍水相逢，渐生情谊。小伙子打定主意，等自己开够30万公里的路程就和姑娘结婚。现在30万公里是够了，可姑娘见小伙子动真格的，便一句话都没留下就跑了。小伙子一下失去了目标和希望。老赵听完小伙子的故事，安慰他，既然已经开了30万公里了，那就再开30万公里把人找回来。小伙子听了茅塞顿开。最后两人在路口分别。老赵背着老刘走在路上，碰到一个车坏了的男人，他说自己可以帮男人推车，车能动了，捎自己一段路就行。老赵卖力地推着车，车子打着了男人，却一脚油门跑了，只留老赵在后面骂骂咧咧。这时迎面走来一家正在办丧事的，赶了一天路，老赵已经饥肠辘辘，于是他便将老刘装成稻草人插在田里，自己则混进了丧事队伍里，在死者灵前大哭了一场。到了晚上，饿极的老赵一个人做一桌大快朵颐，一个一身黑衣的老头坐在了老赵旁边，问他有没有吃饱。老赵抬头看了看来人，觉得似乎有点眼熟，这不就是遗像上那个人吗？老头说自己就是躺在棺材里那个，但他不知道老赵和自己是什么时候认识的。老赵直言两人不认识，自己就是为了这顿饭来的。老头觉得老赵很坦诚，他说自己妻子死得早，无儿无女，孤苦伶仃，怕自己死后冷清，就雇了人给自己办一场丧事，好提前感受一下死后热闹的场面。老赵也向老头说了自己背兄弟尸首回家的事。老头好心的给了老赵一个板车，还拿出土制的秘药，说可以防止尸臭。老赵拉着板车上路，路上结识了一个骑行西藏的年轻人，两个人短暂的相处后便踏上了各自的旅程。板车在一段崎岖的山路上摔得散架，
坡底一个出了车祸的年轻人正郁闷地抽着烟，老赵坐过去问他能不能把轮胎送自己，就当废物利用。老赵把老刘装进大轮胎里，滚着轮胎一路前进。刚开始还很轻松，遇到上坡却吃力得很，下坡的时候轮胎直接不受控制滚下了山坡。这些天不断奔波，老赵的一双鞋也走烂了，他把老刘的鞋换了下来，发现鞋底藏着400多块钱。老赵来到村里和人商量700将两人送到地方，接着他就找了家餐馆想要吃顿饱饭，没想到这顿饭被宰了600块钱。看着凶神恶煞的老板，老赵还是掏出600结了账。还没等他走出多远，老板就带着一帮伙计追了出来，说老赵用的是假钱。老赵掏出那5000，才发现这些钱没有一张是真的。万念俱灰的他实在没了力气，便想找个风水宝的将老刘埋了。挖好坑以后，老赵躺了进去，他想试试大小，却发现真的挺舒服的，于是便生出了和老刘一起去了的想法。几番尝试后，他被砸晕了过去。在醒来以后，发现自己被一户养蜂人救了过来。养蜂人的妻子因为烧伤毁容，曾经也有过轻生的念头，但一切都会过去的。吃过饭，养蜂人将老赵两人捎到了县城。到了县城，一个发廊女孩的东北口音引起了老赵的注意。他走进店里，二话不说将老刘放到床上，转身就跪在了女孩面前。老赵拿出两人的身份证，然后跟女孩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希望女孩能看在都是老乡的面子上帮老刘化个妆。这时一个年轻警察走了进来，看了看老赵两人的身份证，正想进里间查看的时候，姑娘出声阻止了他，谎称老赵是自己的表叔。里面的老刘喝醉了正睡着，小警察听了便也没有再纠缠，叮嘱了几句离开了。女孩不仅帮老刘化了妆，还送了一个墨镜给他。老赵很感激女孩，背上老刘离开了发廊。路上遇到了还在巡逻的小警察，小警察问他们要去哪，老赵心虚地说自己晕车。最后在小警察强烈要求下，老赵还是上了警车。好在一直到下车，小警察都没发现什么异样。老赵将老刘安置在水泥管子里，自己想办法去填饱肚子。他来到献血站，却因为得过乙肝不能献血。老赵问护士能不能给点吃的，护士给他拿了包饼干。一个蹲在献血车旁边的男人跟老赵搭话，说自己是收血的，一次500，还表示只要不是艾滋病就都可以。老赵没有犹豫就跟着男人走了。老赵被人带进一间黑漆漆的屋子，一个女人向他要了支烟，他是这儿的常客了，3个月就来卖一次血。还没等轮到老赵，警察就破门而入，将所有人都带回了救助中心。主任提议晚上搞个联欢晚会，老赵和刚认识的女人合伙演了出双簧。晚会结束后，二人坐在一起聊天。女人有个儿子，在西南财经大学上学，个子高有出息，就是不孝顺，被女人拉扯长大后嫌弃起了他这个捡破烂的娘。老赵闻言很唏嘘，问女人有没有想过往前迈一步，觉得自己怎么样。女人头一次有了被人温暖的感觉，于是两人说好等老赵办完这趟事就回来接他。捡了个老伴儿，老赵喜滋滋的往回赶，还好他回来的及时，空地上的水泥管子已经被搬上了车，老赵也急急忙忙的跟着翻上了车，之后便从挖掘机到拉水泥的卡车一路换乘，慢慢的接近了目的地。最后老赵再次背起老刘走在公路上，他手里攥着几张红票子拦车，一路上却鲜少有人停下，即便停下了车，当听到老刘是个死人的时候，都纷纷关上了车窗。老赵就这么不知疲倦的走着，他脑子里仿佛只剩了脚下的公路，前路塌方，车子全都被堵在路上。老赵渐渐赶上了那些经过他的车子，然后越过他们继续往前，直到倒下。老赵再次醒来的时候是在医院，身边有个警察。警察告诉老赵，现在还没有联系上老刘的家人，按照有关规定，尸体运输只能由殡仪馆承担，且异地尸体必须尽快处理，所以老刘最终的宿命还是被火化，他的肉身变成了一堆骸骨，灵魂变成了一股青烟。警察陪着老赵来到老刘家的旧址，这里早已成为一片废墟。一个破旧的门板上写着老刘儿子的留言，上面是儿子对老刘的歉意以及新家的位置。老赵内心五味杂陈，他的旅途还没有结束。故事是荒诞的，老赵这一路遭遇的人情冷暖却都是真实的。好在他一直是乐观的，让老刘落叶归根这件事也从承诺变成了信仰。